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程毅新剧演技太吓人，这还是程毅吗？新角色一个眼神，直接把观众吓懵了。最近，程毅的粉丝圈里流行一句半开玩笑、半真心的话：“程毅，求你别演了。”这不是嘲讽，也不是反感，而是一种被演技正面冲击后的本能反应。因为在新剧《长安24记》中，程毅真的太不一样了，不是好看，不是催泪，而是让人不安，让人后背发凉。从前那个总在古装剧里扮演美强惨的程毅，总是让观众心疼。雨丝凤、李莲花，一个比一个命苦，一个比一个让人想替他挡刀。可这一次，他不再负责博同情，而是彻底换了一条路。他开始让观众感到害怕。在《长安24记》中，程毅饰演的谋士谢怀安是一个极具反差感的人物。白天，他病骨之离，弱不禁风，说话轻声细语，像一阵随时会被风吹散的纸灰。可到了夜晚，他却像换了一个灵魂，眼神冷硬，心思狠辣，仿佛随时可以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。最令人震撼的，并不是他演得狠，而是他切换得太快。剧中有一段被观众反复回放的名场面，前一秒他还怒目而视，压低嗓音呵斥你是反贼，眼神里满是压迫与杀意；下一秒情绪骤然抽离，那股锋利仿佛被瞬间收回，取而代之的是平静、温和，甚至带着一点无辜的神色。没有多余动作，没有情绪铺垫，仅仅是眼神的一次收放，人物的两副面孔就同时立住了。观众这才意识到谢怀安不是简单的黑，而是一个长期戴着面具生活的人。他的可怕不在于凶狠，而在于随时可以变脸，却不留痕迹。为了这个角色，程毅在造型上也做出了极大的自我颠覆。白发、疤痕、清瘦的面容，几乎让人第一眼认不出来。以往古装剧里那个俊朗清秀的男主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看似脆弱却暗藏锋芒的危险人物。他的服装设计同样耐人寻味，大多数时候他穿着素白长衫，干净的近乎冷漠，可在关键情节中，那白色上却隐隐透出血渍，或者在黑袍暗纹的映衬下，整个人显得既克制又危险。这种视觉上的反差，其实正是在为角色服务，外表越无害，内心越深不可测。真正的演技高光，依旧集中在程毅的脸，尤其是那双眼睛。如果说过去他的哭戏打动人，是因为情绪外放，那这一次，他的表演则更偏向于极度内敛的控制力。剧中有一场雪地戏，被不少观众称为演技封神时刻。后雪梅西，他跪在雪中，单薄的衣服早已被雪水浸透，双手死死抓着牌位，整个人颤抖着，却始终压抑着声音。眼泪不是缓缓滑落，而是一颗一颗砸下来，与脸上的雪水混在一起，分不清是冷还是痛。那不是歇斯底里的崩溃，而是一种被压到极限后的失控边缘。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片场一个意外细节，原本只是待在一旁的道具狗大黄，在程毅完全沉浸情绪开始哭戏时，竟主动靠近，把头轻轻搭在他的手臂上，安静地陪着他。连动物都被情绪牵引，这种表演的感染力不需要任何多余说明。最绝的是片场一只狗的反应，那只叫大黄的狗，剧本里本来没他的戏份，只需要安静待在旁边。可当程毅完全投入开始哭的时候，这只狗竟然自己凑了过去，把脑袋轻轻搁在他的胳膊上，眼神里好像也充满了悲伤。连动物都被带入戏了，这场表演的感染力有多强，可想而知。能驾驭这么复杂的角色，程毅在背后下的功夫一点不少。为了演出谢怀安那种长期筹谋、
身体孱弱的状态。他提前好几个月就开始准备，生生瘦了10几斤。镜头里能看到他脸颊凹陷下去，颧骨凸出来，那种文弱书生的体态一下子就出来了。在片场，他几乎随时都拿着一本《孙子兵法》在看，休息的时候嘴里还念念有词，琢磨着怎么把书里的声东击西、暗度陈仓这些计谋，用一个个眼神、一次次表情的细微变化给演出来。和他对戏的老演员刘奕君都说，这小子是带着脑子来演戏的，接得住戏。说起对戏，程毅这次和王劲松、刘奕君这些公认的老戏骨同场较量，一点也没输阵。有一场戏是他和刘奕君在朝堂上对峙，两人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台词，全凭眼神你来我往。一个眼神是试探，下一个眼神是警告，再一个眼神是妥协，一场复杂的心理攻防战就在这静默中打完了。观众看着屏幕，大气都不敢喘。这次的成功对程毅来说意义非凡，因为就在不久前，他还在另一部剧里被观众批评，说演技用力过猛，表情管理尴尬。但到了《长安24计》，那些批评声几乎听不到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对他微表情控制力的惊叹。他成功的把谢怀安这个角色的风和谋平衡的恰到好处，让观众既觉得他心思可怕，又忍不住想看他接下来要算计谁。《长安24计》这部剧本身也给了他足够的发挥空间，剧里的权谋斗智设计得很巧妙，把24节气都和计策结合在了一起，剧情反转多得让人应接不暇。程毅演的谢怀安就像下棋的人，一步步步子，一次次收网，让观众跟着他的节奏走，完全被带入到那个紧张的氛围里。现在不光国内观众在热议，这部剧还被网飞买走了版权，要推向全球。连一向严格的央视新闻都特意发文夸了剧里权谋戏的张力，点明了人物对峙的精彩。这些都在证明程毅这次的转型和突破是扎实的，也是被广泛认可的。从让观众心疼的雨丝凤、李莲花，到让观众感到害怕的谢怀安，程毅走过的这条路是一个演员扎扎实实的成长路径。他不再仅仅依靠外形的俊美和角色的悲惨命运来获取共鸣，而是开始用更深层的演技去塑造角色的灵魂，甚至去吓唬观众。这种改变或许才是他作为一名演员打破天花板的真正开始。